终于，真的是真正的大改款了。现在在我手上呢，就是三星第7代的旗舰折叠手机。那今年无论是大折叠 Galaxy Z Fold 7，还是小折叠 Galaxy Z Flip 7，两款都迎来了真正的大改款。今年的 Galaxy Unpacked 资讯量非常满，推出了包括全新的大折叠 Z Fold 7以及 Z Flip 7两款全新折叠手机。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来看这次大家最关心的 Z Fold 7。我觉得开头就能直接破题，全面大改。首先，这是最大的改变，当然就是 Z Fold 7终于迎来了大萤幕以及大瘦身。除了外萤幕已经来到一般手机尺寸的 6.5 寸，打开来之后更是直接来到8寸的超大内萤幕。但真正的重点是 Z Fold 7在全面加大的同时变得超级轻、超级薄。首先有多轻？三星第1代的 Fold 是276克，上一代的 Fold 6是239克。别忘了 Fold 7都比这两只大超多。公布解答 ，Z Fold 7只有215克。那215克如果是对比一般直立手机呢？比如说对比自家旗舰的 S25 Ultra 是218克 ，iPhone 16 Pro Max 是227克。所以215克的 Fold 7真的是全面反超一般大萤幕手机了，非常夸张。那重点是握感，这次非常薄，它的握持区域只有 8.9 mm， 对比第1代 Fold 的厚度是 17.1 mm， 直接快薄了一半。敏锐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就直接把我手上的 S25 Ultra 和 Z Fold 6在现场摆出来。没错 ，Z Fold 7的厚度已经无限接近 S25 Ultra 的 8.2 mm， 并且因为 Z Fold 7加上转轴的整个手机宽度也就是 7.28 公分，所以它的手感甚至比 S25 Ultra、iPhone 16 Pro Max 这些直视大手机还要更好。每天都在讲厚度重量的朋友，这次一定了吧？但我还是为小大折叠默哀。遥控器尺寸是真的好拿呀 ，Fold Mini 是不是该出现了？那这次是真的超级薄，它展开来的时候就有 4.2 mm， 这个手感真的推荐大家在展示机出来的时候都可以赶快去玩，因为 Fold 展开来大都是两手使用嘛，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手这种超轻薄大折，绝对是非常难以置信的手感。不过为了做得更轻薄，今年的 Z Fold 7在机构上有2大明显改变。第一，三星正式取消 EMR。那也就意味着，没错，这代的 Z Fold 7不支援 S Pen， 但这个我乐见其成。先前我就讲过了嘛，没有收进机身、没有蓝牙的 S Pen， 真的是不如把重量还给我。大家同意吧 ？S Pen 当然很好用，但真的要的话，请出个 Fold Ultra， 在空间足够的前提下再放笔甚至我觉得 S26 Ultra 三星都该考虑，要么变轻，要么你拿掉 S Pen， 电量最少也多个500、1000毫安时。那第二个，这就要测了才知道。三星在 Z Fold 7上面，因为变超轻薄，所以这次并没有 VC， 但他们换上了一种高热密度的全新石墨散热材料。除了散热效率会比一般石墨散热片更快以外，面积也比先前直接大了 2.5 倍。那内行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是真正的重点是 Z Fold 7变大了，对散热效率本来就会比较好嘛，然后又是能耗极佳的 8 Elite， 所以比上一代根本是小手机的 Fold 6好不难。反正实际表现测了就知道。那这次首播总共有4个颜色，包括很多人敲碗在 S25 评价很高的深蓝色、常规的黑色，以及我还是很喜欢的银色。那商城限定色是薄荷绿。第3个重点就是在金属件上采用的是进阶版 Armor 铝合金，外萤幕采用的是最新最强的 Corning Ceramic 2， 也就是先前三星首发的新一代玻璃陶瓷技术，背盖则是搭上 Corning Victus 2。不过最大的重点是，这代的折叠萤幕，三星把 UTG， 也就是 Ultra Thin Glass 超薄玻璃的厚度加厚了 50%， 并且在萤幕的下方采用了4级钛打造的支撑架。对这一代，你用手指在上面滑，已经很难感受到软软的触感，它越来越接近一般的玻璃萤幕。那重点是，这代的折痕也是明显比过往浅上许多，原因就是虽然转轴超薄，但三星重新改良了新的水滴铰链，加厚的 UTG 也有所帮助。而在防尘防水上 ，Z Fold 7也支援了 IP48 防尘防水等级。接着来看萤幕，这次 Z Fold 7的萤幕规格也是全面升级，封面萤幕同样采用现在大家喜欢的全平面设计，萤幕的尺寸从上一代的 6.3 寸来到一般主流直视手机的 6.5 寸，
技术上同样采用 Dynamic AMOLED 2X 萤幕，并且这次的外荧幕也同样支援了 LTPO， 也就是支援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力调节。萤幕也来到了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那三星的亮度标示还是比较稳的，基本上不会虚标，所以这点我们就后续实测见真章。而在内页荧幕 Z Fold 7搭载了一块更大的8寸 Dynamic AMOLED 2X 荧幕，这块荧幕也支援了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力调节，也达到2600尼特的峰值亮度。不过有一个改变，就是三星在这代取消了 UDC。我看国外的说法是 Fold 因为有很多商务需求，所以内萤幕视讯开会的需求更高，所以从 S1 就决定拿掉 UDC。那这个真的非常可惜啊，因为我觉得折叠手机因为有外萤幕的自拍镜头，已经是最适合 UDC 的产品线了。但老实说，我用过至少10几款折叠手机，因为萤幕很大，就是开孔很不明显，所以是还好。我反而觉得可惜的点是没有继续探索下去。不过好在三星不只是取消 UDC， 而是换上了一颗全新的1000万自拍镜头。那也就如三星所说，这颗新的自拍镜头，我们随便拍个样张，不管是在抗眩光还是拍摄的清晰度，都比上一代提升数倍。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镜头从85度的常规广角换成了100度的超广角镜头。那自拍实用没错，但我觉得主要还是为了视讯会议去做的改变，毕竟真正入手的用户话语权比较高。此外 ，Z Fold 7同样拥有双喇叭。接着，我们再继续来看 Fold 7的相机部分。这代的硬体除了终于追上了直视手机，那对比入场，三星这次的相机也终于不是劣势了。镜组规格上，这次同样采用了在去年 Fold 6换新的1200万超广角感光元件。不过，真正的重点是，三星的 Z Fold 7用上了经过完全重新设计的超薄2亿画素主镜头。我就说 S25 Edge 就是为了 Z Fold 7铺路嘛，要不然大动作去做一个超薄主镜头，肯定是有原因的。那2亿画素其实不用多说，这个更新还是相当实用的，至少折叠拍照谱这个问题终于被消除。那2亿画素不管是要放大，还是做到2倍无损变焦，或是低光下做到更高倍率的变焦，都更加游刃有余。那因为主镜头感光元件变大很多嘛，所以这代的相机模组对比上一代也就跟着变大了一圈。最后就是1000万画素的3倍长焦镜头，我觉得下一代应该就是换长焦了吧。但其实如果三星还要继续维持这个简约的外观，要换长焦会很有难度，因为要再提升倍率或是放大感光元件尺寸，那就只能用潜望，那手机的厚度势必没办法做薄。别忘了，它展开下就有 4.2mm 啊。那内行的朋友其实都知道，主要还是因为三星没有办法靠 Oreo 去藏潜望的厚度，除非要改设计，但这就让 RD 自己去想吧。那最重要的是，在 4K 60 HDR 之下 ，Z Fold 7也可以做到录影期间3镜头连续切换变焦。效能上 ，Z Fold 7同样采用了再强1年的高通 Snapdragon 8 Elite for Galaxy 定制版特规处理器，从台积电3纳米打造，并且今年最高有 16GB 的 RAM 加 1TB 的顶规版本，另外有12+256、12+512，总共3个版本可选。全球版本支援 eSync， 但台版就是老样子，要等后续台湾发表会才会知道售价以及引进哪个版本了。续航上正式开讲，没有任何意外，同样是4400毫安时，搭配25瓦快充，但就不意外吧。其实这代看到三星做薄，大概就能知道电量不掉就谢天谢地了。除非三星真的能用上高密度电池，就能在轻薄的同时做到大电量，这点就没办法吧。三星还是那个保守的三星。那25瓦快充我反而没太大意见，毕竟加大瓦数可能靠减电量换，这我反倒还好。毕竟大家都知道，三星的满血25瓦其实甚至比很多45瓦、55瓦的机型还快，所以这点是还好。我觉得 Kimoji 影响比实际大啦。同时 Z Fold 7同样是7 2 Ready 的无线充电，官方也有推出磁吸壳，支援无线反向充电，也是好用的侧边实体指纹辨识。